好，大家好，我是元荣医院的中医部的吴敬体医师。那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晚睡到症候群，你会有什么样的症状，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自我检查，以及最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卫教的方式，一些动作啊，那运动可以减缓这种状况。好，那第一个，什么叫晚睡到症候群呢？基本上就是我们平常啊，像是电脑工作者，或者是搬重物，或者是我们手腕比较常用到的一些工作的行列呢，你平常这边都会一直使用。那我们基本上这边的前侧肌群呢，就会比较容易紧绷啊。基本上现在大家都忙，会比较少运动，所以也比较不会就是放松这一段。那基本上这一段如果紧起来呢，可能就会压迫到我们的中间有一条很重要的神经，就是正中神经。那一旦这条神经被压迫到呢，就会产生麻。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有你在动作的时候会有电到啊，再严重一点，甚至可能会有无力的症状。那这很有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那有一些更严重了，他们可能甚至睡觉翻个身，然后手可能动一下，然后就怎么突然麻一下，然后就会醒来，因此睡眠品质也会大打折扣。那这大概是晚睡到症候群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可以自己稍微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症状呢？第一个，我们可以做这个双手掌，就是互相这样子并拢，然后稍微这样子压着，大概能够放到胸口就放到胸口，对，它会有点压，就是肌肉用力的感觉。然后大概30秒到60秒之后，如果你有产生就是很明显的麻啊，或者是酸，甚至有的人这样动作摆起来就会电到，那代表可能你的正中神经有受到压迫，那就有可能是晚睡到了症候群。那第二个呢，就是平常自己可以把手啊放在我们的桌面上，然后敲一敲，就是我们这边会有2条筋嘛，那就是中间可以用自己的另外一只手去敲一敲，看会不会有放电那种麻胀，或者是甚至有时候比较严重一点会有电到的感觉。那这样敲，如果很容易就敲出来，很容易很明显的这种酸胀电麻的感觉就出来，那确实也是有可能。当然，如果要更精准的诊断呢，可以去我们的神经内科去做一下，就是肌肉神经传导的一些，那可以更精准的诊断。OK， 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动作来平常可以舒缓一下这种症状？那像是刚刚吴医师有提到，就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一段如果是太紧绷，那我们当然就是第一个可以做这个动作，做这个手掌就是向下，然后另外一只手把它拉着，然后这样翻的动作，然后持续一下子。那如果因为有时候有的患者他做这个动作其实是很紧绷、很不舒服，那你可以不用说压到这么下面，就是稍微侧边压一点点就好，就压到你觉得有点紧绷，这样其实就有在舒缓我们这个屈肌群的部分了。对，就是2手都给它做一做，有空就做一下。对，这是第一个方式。然后第二个方式，我们可以按压我们的就是这个手肘内侧的这个穴道，就是曲折的部分。那基本上它蛮好找的，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手肘的内侧，大家可以摸到有一个骨头，然后这样子按压揉压，就是用拇指然后顺时针的这样子揉，这个点呢也是可以有效的缓解我们晚睡到症候群。或者说我们可以压一下我们的这个内关穴的部分，因为这边离我们这边这个叫做横韧带，就是腕横韧带会比较近的位置，就会给它按摩一下。这个位置呢也可以舒缓就是那个晚睡到的症候群的症状。好，那再来呢？我这边分享一个案例啊，就是有一位45岁的陈小姐，那她是电脑工作者，那平常呢当然就是打电脑嘛，就是键盘啊、滑鼠都很长时间使用。那到后来她发现，怎么开始就是使用滑鼠的时候手会开始麻，就是然后慢慢的发现，这个麻状况越来越严重，然后甚至越来越没有力气去抓握东西。她基本上是右手是这种状况，然后到后来呢更严重的是，她在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刚刚提到的翻个身，或者甚至连这样子放平都还会有那种就是微微的那种电到麻到那种感觉，就是很不舒服，会影响他的睡眠。那他刚好就是来我们医院有看到说，有中医有在做针灸，然后就刚好这个因缘机会之下来挂我的门诊。那基本上呢，我就是做一些刚刚我们分享过的一些理学测试，然后就是他确实是很有可能是晚睡到症候群。那接下来我们就采用针灸治疗方式。那针灸治疗基本上就是针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点，就是你们可以在家里自己按摩的点，就像这边啊，或者是就比较接近这边腕横韧带这边部分的一些穴道。那经过一次的治疗呢，那个陈小姐是反映说，她睡眠的时候不再会有那种电传的感觉，就不会有麻醒的状况，所以睡眠品质获得改善。但是抓握的时候可能还是稍微有一点无力，但是基本上程度也很轻。那
平常在用滑鼠的时候呢，也不会那种电麻感也是下降很多。那后面又经过几次的治疗呢，就是每次状况都在递减。那到后来呢，他平常上班用滑鼠已经不会有那种无力啊，或者是抓握的时候会有电麻的感觉。那以上大概是晚睡到症候群的症状以及检查以及案例的分享，谢谢大家。